朋友生日宴上，他功成名就，带着新的女朋友来的。你要是当初没放手，这会儿南宫集团的夫人就是你了。他坐在对面，神色孤傲。都是过去的事。朋友们不嫌事大，纷纷起哄，差点喧宾夺主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尴尬地站起身。是的，我们两个很久没联系了，也早没关系了。趁他女朋友出去的间隙，朋友们开始八卦地聊我们。我听说当时是刘婉提的分手吧？南宫燕坐在我正对面，嘴角泛着冷笑，用锋利的眼神看向我。这是分手8年之后了，我俩的第一次碰面，一切都让我措手不及。因为朋友再三保证南宫燕不会来，我才来的，可还是遇到了她。南宫燕现在功成名就，一手创办了南宫集团，身价数十亿，西装革履，相貌堂堂，颇有上位者的架势，所有人都敬着她，如同众星捧月。反观我，除了那段不想回忆的关系，已经成了小透明。确实是他先提的分手。南宫燕语气淡然，回答了众人的疑惑。众人都有自己的猜想，说我拜金，说我受不了苦，说我不检点。可惜最终选错了人。刘婉，听说你的男朋友后来盗窃，拐卖进去了是吧？你还替他背了债。这次生日宴会是来借钱的吧？众人不停地嘲讽我，南宫燕始终淡定的一言不发，深邃的眼睛一直盯着我。我只能尴尬地笑着，低头不语，不再说话。吱嘎，门被推开，南宫燕的女朋友重新走进来，察觉到奇怪的氛围，笑着问。我出去了才一会儿，发生了什么？南宫燕温柔地牵着他的手说：“没什么，叙叙旧罢了。”他优雅地落座，慢慢地看向我，微微一笑。南宫燕说过你，当初你们要是没分手，这会儿南宫集团的夫人就是你。很多人眼里都露出玩味的笑容。在当年，柳家也是名门望族，我无论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，招惹了他们的嫉妒。多年后，嫉妒没有消失，在现在成为他们落井下石的理由。都已经过去了。现场马上静音，明白大总裁不想谈论这个话题，纷纷谈起了其他的。谢谢你放手的恩情，我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。我默默地握了一下胸口位置，还是有点不舒服，木然地说了句：“恭喜你们。”电话里，妹妹柳云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当年的事儿？”我裹着大衣站在冷风里，双手哈了下气。他已经有女朋友了。电话那头一顿，有女朋友了？妹妹有些惊讶。我回答道：“嗯。”朋友稀稀拉拉的结伴离开，街边的路灯不停地摇曳，好像要碎裂一般。好可惜啊，你努力了那么多年才回来的。小云，没有人会一直原地踏步的等着你。呼呼的冷风吹得眼睛生疼，我用力揉了揉酸涩的眼，说道：“我准备放弃了。”即便是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拼命地从泥泞里爬出来，想用最好的状态跟他再次相遇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好吧，姐，你早点回来。京都春节前的温度已经降至零下20多度了，出租车也很难打我，站了好一会，手冻得一直发抖。我不停地踱步，身后传来踏踏踏高跟鞋的声音，伴随着女孩温柔似水的声音：“南宫哥哥，雪好漂亮。”外面太冷了，先去车里吧，我一会儿过去。那你快点。女孩轻飘飘地从我身边走过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抬起的手臂上恰到好处地露出了手镯一角。我微微皱了下眉，那是南宫家祖传的，我佩戴过好多年，后来分手时我又寄给了南宫燕，所以她不只是女朋友，是已经订婚了吧。大冷的天，周边已经没有人了，只剩下我和他。我还没有打到出租车，一时间寂静无比。南宫燕始终站在我身后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两个人就这么寂静无声，只有路灯下的2片影子。我恍恍惚惚想起了当年分手当天，南宫燕出门直接被撞飞了，他父亲着急地打来电话，明显压制着怒气。小陈刚刚进了医院，他受伤严重吗？不严重，你就不来了吗？希望您好好照顾他。刘婉，他发明大赛得了第1名，很快会有出息的。我求你再等等好吗？你就这么喜欢钱吗？他为你做了多少事，你很清楚。你还有良心吗？就这么分手了？他父亲在电话里崩溃的大喊，就差没骂我是白眼狼了。那头突然被打断，咣当一声，手机明显被甩了出去。可以说是我把他抛弃的，他心里肯定非常恨我。你还有多少牵挂？南宫燕突然开了口，可是语气冷漠至极。跟你没有关系。我说的太急，刚才被酒精刺激过的嗓子出现一丝丝的疼痛，剧烈咳嗽起来，冷气顺着喉管进入，咳嗽瞬间加剧。我弯下腰，扶着墙壁，胃里的酒水不停地翻滚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南宫燕一动不动，冷眼旁观。出租车驶来，停在了我面前。是去万豪公馆小区的吗？是。我急促地站直身体，喘了口气去拉车门，胳膊突然被拉住，往后拖去，猝不及防地撞进南宫燕的怀里。她皱眉问道：“你去那里干什么？”我用力掰开南宫燕的手，被她反向抓住手，皮肤接触，灼热的体温传进手心，心里一阵异样的感觉。我挣脱了2下，没挣开，抬头看向南宫燕阴沉的脸色。南宫总裁想干什么？她眼睛微眯，黑眸深沉平静，看不清情绪。呼呼的冷风吹过，我不由打个冷战。我轻蔑一笑，说出了她的心声：“您是不是在想，我在靠身体赚不干净的钱，对吧？”
你回来这么不想见到我？南宫燕的话语冰冷，打乱了我的思绪。我眼眸微沉看着他。你想说什么？南宫燕的脸色浮现出一抹讥诮。不是缺钱吗？说吧，需要多少，我给你。我果断地扬起手，响亮的巴掌声在黑夜里响起。南宫燕脸上出现了清晰的五指印，不远处响起女孩的大叫声。她马上打开车门冲了出来。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吧，别多管闲事。我丢下这句话之后，直接钻进了出租车里面。你打了他？妹妹把热腾腾的大枣汤端给我。我接过汤水，忍着胃里的疼痛，缓缓把汤喝下去。他想我和他成为那种关系。不一会，突然转头跑到厕所呕吐出来。妹妹温柔地拍着我的背。明明胃不好，还喝这么多酒。我喘了几口气，擦掉清洗之后留在嘴角的水渍。明明喜欢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么放弃，甘心吗？我抬头盯着镜子里现在的自己，头发湿漉漉粘在额头上，脸色有些苍白。妹妹愤愤的声音传出：“你就是太傻了，要不是你狠心分手，哪来的他今天的成就啊？”我突然想起了南宫燕的未婚妻，相比我，她是那么的阳光和开朗。清楚记得，在很多年前，我也是这样的人，只不过后来我被狠狠地踩在了泥泞里。等我拼命爬出来之后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我和妹妹结束万豪公馆的保姆工作之后，我俩互相拉着手，慢慢走回出租屋。南宫燕的父亲突然打过来电话：“刘婉，你要是有困难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。”我安静地听着，等着听他继续说。再过1个月他们就结婚了。苏若然人还不错，家境也很好，希望你……我不会再去打扰他了，你放心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你也希望南宫燕过得更好。虽然没有重话，可是明显听得出来南宫燕父亲语气里面的责怪。电话挂断，妹妹眼圈微微泛红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没关系的，保姆工作结束，我还得需要重新找份工作养活自己。面试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狐疑地问道：“你有抑郁症？那是之前了，现在已经好了。有医生开具的证明。”之前几家公司都因为这个原因拒绝了我，这家是比较小的公司。第2天我就接到了入职的通知。我以为除了生日宴会，我跟南宫燕再也不会见面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公司售出，南宫燕变成了我的老板，而我的工位被安排到了总裁办公室正对面，抬头就能看见南宫燕。我强烈的拒绝。同意。要不现在可以马上写辞职报告。我气笑了。就因为一个位子的原因，您就要辞退我？他微微冷笑，眼神愈发冰冷。我给了你选择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苦涩的低头，勉强笑了一下。南宫总裁品德高尚，我照办就是。谢谢。出去的时候麻烦关下门，平常的时候麻烦少抬头，我不想看见你的脸。我俩除了平常不自觉的对视之外，没有任何交集。1个月之后，公司聚会，由于我来的时间不长，被灌着喝了很多酒。小柳，难得聚一回，多少喝点嘛。放心，大家都有分寸，不会让你喝多的。经理不停的劝酒，在众人的欢闹声中，我灌下了一杯又一杯，倒在桌子上睡了过去。第2天，我迷迷糊糊的醒来，刺眼的阳光照得我一阵恍惚。我勉强坐起身，被子滑落，露出身上裹着的睡袍。我一阵疑惑，起身走出去。宽大的客厅里，南宫燕淡定地坐在沙发上，在读报纸。我一出来，她抬起头，淡淡看了我一眼。醒了，桌子上你喜欢的豆沙包，先吃早餐吧。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全身冰凉。我们怎么会？南宫燕随意地丢下报纸，半敞开的领口往下又拉了拉，肩膀到胸膛好几处吻痕露了出来。这可不怪我，你酒品太差。我呆立当场，关于晚上的记忆我几乎是一片空白。这不可能！南宫燕把手机放在我面前，屏幕上是一段录音文件。她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刘小姐，要不要听听你昨晚亲口说过的话？这不可能是我说的。是吗？南宫燕轻蔑一笑。你确定？面对她坚定的眼神，我微微地张了张嘴，可是一个字没说出来。她轻笑一声，我可是有证据的。随后点开录音收藏夹。刘小姐，要不要听听你对我那不堪回首的心思？她按下播放键，我醉醺醺的声音传出来，带着哭腔。南宫燕，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。我浑身发抖，如同坠入18层地狱，无尽的耻辱瞬间包裹了我。这种心思已经被我羞愧地藏了起来，如今坦荡地说出来了，还被当成了证据，我感觉像是被扒光了一样。南宫燕看着我的反应，苦笑了一声。明明是你先离开的，凭什么你还是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？凭什么觉得我还喜欢你？我紧紧攥着手，指甲掐进了肉里。你这是在报复我吗？是。他无所谓的回答。你当初让我痛不欲生，我凭什么让你好好过日子？洗手间的滴答声不绝于耳，伴随着心跳声，一下下撞击着我的耳膜。我嘴唇哆嗦着，木然抬头，在他阴冷的注视下，我木然地说道：“南宫燕，我不会做任何人的2加1。”南宫燕认真地盯着我，笑了笑。刘婉，你是谁啊？你会黑，有选择的权利吗？我在卧室地上发现了自己揉作一团的衣服，而南宫燕的衣服
整齐地搭在门口的衣架上，泾渭分明。我木然地换下衣服，叹了口气，走出房间。妹妹打来电话，语气苦涩：“姐姐，他们要80万。”天气晴朗，飘洒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，可是心里却灰蒙蒙的，看不见太阳。为了我的抑郁症，妹妹并没有存下什么钱，我也没什么积蓄。他们说，如果不给，就把你的事儿宣扬出去。妈妈的遗骨灰，咱们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我尽量预支一部分薪水，再跟人接一点，下个月应该会齐。好。踌躇了好久之后，我拨打了一个号码，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通。柳小姐，你好。我缓缓吐了口气，说：“厉医生，很抱歉打扰了你，我有点事。”厉北韩那边似乎很嘈杂，过了一会，可能是换了一个其他地方，他耐心问道：“遇到难处了吧？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“您借我点钱吗？”这还是我第一次向人借钱。说完之后，浑身羞愧的发烫。那边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声响。厉医生，有急诊病人。知道了。我本来也没抱太大的希望，已经有了他随时挂断电话的准备。过了一会，厉北韩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：“金额发我，忙完之后打给你。”说完，电话直接挂断。天气依然晴朗，冰冷的忙音突然有了温度，心情也好了很多。经理找到了我，晚上要跟客户吃饭，你一起去。早上我刚刚跟他预支了3个月的薪水，加上借的钱和以前的积蓄，勉强凑够80万。刚走进包间，我第一眼看到了南宫燕，看那道高挑的身影游刃有余地与客户交流，灯光折射的光辉勾勒出她俊秀的侧脸。经理把我轻轻一推，霎时间整桌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南宫总裁，这是您公司的人？南宫燕随意地点了下头。对啊，是新来的啊，这还需要您亲自带出门啊？长得不错。众人落座，经理把我安排在了南宫燕身旁，低声说道：“今晚多照应着点，别失了礼数。”众人含蓄地问：“总裁，您这位新员工酒量咋样？”酒量很好。说完，把酒杯往我面前一推，说道：“先给大家敬个酒。”南宫燕嘴角巧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，我只能端起酒杯，憋着气一饮而尽。一整杯辛辣的白酒瞬间冲进食管，在胃里叫嚣翻腾，如同火烧一样。众人拍手叫好，一片欢呼，期间气氛热烈，不少人要敬南宫燕酒，他借口说胃不好，愣是一口没喝，最后都被经理推到了我这里，进入了我的肚子。最后我实在难受的厉害，直接去了洗手间。打开水龙头之后，我一个劲儿的干呕，头发散乱，跌落进水池里，不大一会儿变得湿漉漉的。强撑着给妹妹发完短信，我彻底没了力气，顺势坐在了洗手台上，闭着眼睛假寐起来。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，门被顺势推开，我以为是哪个女人来上厕所，可是接着南宫燕的声音传出：“就这点能耐？”我全力爬了起来，强撑着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错开身子往外走。南宫燕抓住我胳膊，把我拉了回去，顺势把我抱在怀里。“放开我！”我嗓子里全是呕吐物的酸味，说出一句话都让我嗓子作呕。南宫燕轻松地将我拖到镜子前，让我看向镜子，轻托起我的下颌，冷笑：“好好看看你的样子，这样出去，回头就被色狼拖走了。”镜子里的我双眼湿润，脸颊泛红，发丝凌乱，领口也开了2个扣子。南宫燕透过镜子，视线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，我闭上了眼，浑身微微发着抖。“最大的色狼不就是你吗？”南宫燕轻轻一笑，在我耳朵边吹了口气：“滚！”我嘶吼着喊出这句话，她顺势吻住了我的嘴，肆意压榨我肺里的氧气，完全不顾及我嘴里的呕吐味。我的血液沸腾了，如同燃烧的火焰，眼睛湿润，无声的抗议。我无力地拍打她，痛不欲生，仿佛又回到那段黑暗的生活。我绝望地凝视着这个世界，与所有人都不一样。南宫燕，我求你放过我！我在无声地坠落，狠狠地跌入深渊，好痛啊！刘婉，南宫燕在喊我，是一种惊慌的语气，以至于我思维特别混乱。我说：“南宫燕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”病痛来得措手不及，高烧来得很快，我意识混沌，浑身痛得要死，缩在被窝里不停地打抖。窗外寒风呼啸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梦到了当年。我趴在南宫燕的背上，问道：“南宫燕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”她背着我向前走，轻声哄我：“不要乱说，只是发高烧而已，很快就好了。”哎呀，你还有多少生活费啊？打针好几百呢。都没事的。怎么会没事？你多辛苦。南宫燕把我放到医院长椅上，蹲在我面前，刮了刮我的鼻子。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我怎么样都没事的。我头缩在厚厚的大衣里，搓着南宫燕的手，为难道：“等爸爸妈妈和好了，我就跟他们要生活费还你。”南宫燕摸了摸我的头，眼神温柔至极。相信我，我们以后会很有钱的。可惜我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平平安安。南宫燕去外省参加发明大赛的当天，我回到家，
推开了爸妈的卧室，爸爸把另一个女人抱在怀里，我光鲜亮丽的人生开始崩塌。爸妈剧烈的争吵，爸爸带那个女人远走高飞，柳家负债累累。2天后的夜晚，一群讨债的中年男人跑上门，我的噩梦开始。男人兴奋的叫嚣，皮肤的刺痛和恶心的触感，妈妈撕心裂肺的咒骂混杂在一起，在脑子里奔腾翻涌，那像是在地狱一样。妈妈被债主逼得心梗去世了，还在读书的妹妹刚进门就发现了满身伤痕的我。处理完妈妈的丧事之后，我和妹妹带着为数不多的积蓄去了魔都。医院外面下着漂泊大雨，而我跟妹妹相依为命，跪在医院的角落里哭。不一会就诊结果出来了，他有家族遗传性的抑郁症，还有其他亲人吗？医生奇怪的看向还是孩子的妹妹，还有个男朋友，在外地参加大赛。通知他，医生说道，他现在有明显轻生念头，很难康复，几年之内都离不开人，家属做好打植物战的准备。那时候我的精神特别恍惚，已经没办法去警局报案了。我和妹妹如同2个被丢弃的孤儿，狼狈地逃离了自小的故乡。同一天，发明大赛上，南宫燕赫然就是第1名。他打来电话，我接起后，对面是呼呼的寒风。南宫燕的声音激动又不失温柔，没有辜负你，等毕业后我娶你。我看向医院缓缓闭合的黑色铁门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。南宫燕，我可能没法跟你一起了。我忍着哽咽，眼泪不停地滑落。他瞬间安静，接着问道：为什么？我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他的前路光明，真的要自私地将南宫燕的后半生困在一个病人身边吗？隔着栅栏，我失声痛哭。南宫燕哭泣着说：不要！我眼睛里的光逐渐消失，让人绝望。风吹起了头发，露出颈下乌青的咬痕和掐痕。我擦了擦眼泪，说：南宫燕，你要好好的，咱们还是结束吧。耳边传来一气滴答声，夕阳从窗户的缝隙里透出来，形成一朵绚丽的花朵。我睁开眼睛，噩梦褪去，坐起身子。南宫燕坐在沙发上，低头安静地削着苹果，白皙纤长的手指十分灵巧。不大一会儿，一颗完整的果子出现了，圆润干净。她听见动静，抬眼对上我的视线，默默起身，响了铃。医生很快走进来，照了照我的瞳孔，确认我没有问题后，转而对南宫燕说道：他严重营养不良，饮食可以着重补充一些蛋白质。南宫燕点点头，谢谢。门被关上，他走到床边，把苹果递给我。什么都别想了，先把病养好。我没有接，而是下床，打开柜子开始翻找，手机没了，也没有其他衣服。南宫燕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光脚站在地上，一束阳光透进来，玻璃上倒映出我苍白的脸。我想干什么很明显。南宫燕把苹果放在床头柜上，抽出纸巾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手，然后她坐在沙发上，一双黑眸毫不掩饰地盯着我，视线炙热，令人耻辱。我全身颤抖着。南宫燕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南宫燕站起身，来到我面前，低下头看着我，整理了一下我的秀发。为什么不能？我有喜欢的人，请你别再纠缠我。是。南宫燕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，她捧住我的脸，低头靠近，唇在离我唇瓣还有1公分的地方停住。我挣不开她，侧头的那一刻，闭着眼睛，身体不由得打起了哆嗦。南宫燕笑了，清冷的声线灌进耳朵里：刘婉，你说谎。私人医院坐落在郊区，窗外是望不到头的树林，我走不出去，也联系不到任何人。我试图向医护士人员求助过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南宫燕每天都来，基本是晚上，她风尘仆仆地赶来跟我说会话，我十分抗拒和她的亲昵举动，南宫燕也不强求。最近我总是梦见以前的事，那时候我整天把南宫燕的名字挂在嘴边，我说你将来一定会是个大富翁。南宫燕无声叹气，今天要吃什么好吃的？京都最东头的鸡排。结果为了给我买鸡排，正在打篮球的南宫燕立马放下了篮球，冲了出去。正在和他打篮球的段商隐都惊呆了。后来上了大学，学校老是有他跟西花的传闻。我当天坐了飞机，转了3辆车，坐在他们男生宿舍楼下哭。在大冬天，南宫燕大半夜穿了个短袖短裤，就急匆匆下楼，轻轻替我擦去眼泪。别哭了，我就是你的，永远没有别人。报该不是这样的。他一愣，紧紧抱住我。我永远爱你。那时候的我们大概也想不到10几年后会是这样。明天我要结婚了。我看着窗外，没有回应。南宫燕看着我，继续说道：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我捧着喝了半杯的牛奶，望着他的脸出神，突然明白最近频繁做梦是因为什么了。我在跟过去的刘婉和南宫燕告别，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他和苏若然的新闻，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，那曾经是我们最期许的未来。可是如今的我一身烂账，还有什么资格？我说恭喜，祝您早生贵子。南宫燕削苹果的动作一顿，刀口蹭在中指上，鲜血滑滑的流出。他愣了下，抽出纸巾摁住，低头轻笑。没关系，我和他只是走个过场，咱俩还是会有个孩子。南宫燕，咱们就这样吧，体面点。我忽然觉得很累。南宫燕也不削苹果了，把东西丢回果篮里，死死盯着我，露出一丝讥笑。凭什么？是你先开始的，最后你一个电话结束了，抽身离开。那我是什么？我闭了闭眼，
驱散了太阳照在眼底的光晕。我都还你。南宫燕一顿。你说什么？我望着慢慢往上升的月亮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想什么？我的下巴突然被人掐住，强行掰过去。我对上南宫燕饱含怒火的眼。南，你是不是有？既然选择离开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？南宫燕起身带着怒火离开了。当晚，南宫燕的父亲南宫度推开门闯进来。6万，你跟我城都要上，朝阳能过什么吗？他愤怒的质问把我问懵了。你知道解除婚约，南宫燕要损失什么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能不能别像当初一样任性？什么让南宫燕给你兜着？你能不能替她想想？怎么了？南宫度气笑了，对着我大喊：南宫燕因为你要悔婚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露出一丝迷茫。他公然悔婚，把我置于何地？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2+1吗？你跟我走，你当年不是很会吗？玩腻了，有新欢了，那么多借口，你随便说一个。我跟在他后面离去，南宫度气得发抖。你不回来，就没这些破事儿。看向窗外，怒吼回荡在风雪里，北风呼啸，冻结了我所有的感官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他的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厌恶，仿佛此时的我特别该死。夜晚的酒楼灯火通明，南宫度拉着我闯进去，可惜已经晚了。南宫燕从容地接受采访。听说您悔婚的原因有第三者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他游刃有余地回答：我和苏小姐存在一些矛盾，和平分手。南宫度脸色冰冷，死死地盯住我。可是据可靠消息透露，您与自己的初恋旧情复燃。南宫燕淡定自若，都是谣言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今天的发布会到此为止。他起身的刹那，突然有人喊道：那个是不是南宫燕以前的有人认出了我，窃窃私语渐起，几台摄像机扫了过来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人群中，周围许多记者围着我向我提问。今天是来参加发布会的吗？南宫燕的笑容顿住，起身拨开人群朝我走来。我没有。我无力地辩驳着，但声音很快压倒在他们强烈的求知欲中。有新的曝光！一个记者惊喜道，举着手机，里面传来我的声音，带着哭腔和朦胧的醉意。南宫燕，我爱你。是录音笔，我心中一顿。曾经我以为再也没有什么会让我的人生变得更糟糕了。暴风雨真正到来时，我被彻底毁掉了。这不是2+1吗？众人窃窃私语，像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，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。录音将我死死钉在耻辱柱上。对不起。着急地说：爸，带他走！南宫燕推开人群，脸上尽显慌乱。我一片眩晕，又听别人说道：爸爸负债逃跑，妈妈自杀，本身患有严重的家族遗传性的抑郁症，在魔都精神病院关了5年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众人哗然。南宫燕的脚步停住，抬头望向我，震惊、错愕、难以置信。我无助地坐在喧嚣的人群中，全身冰冷至极。刘婉，南宫燕在喊我，语气颤抖。我知道接下来是什么，平静的等待最终审判，将我的人生彻底毁掉。南宫燕站在我身前，挡住了大部分镜头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先跟我走吧。突然，厉北寒一双温暖的守护着刘婉，并转头对南宫燕说：我们所有人希望他活着，南宫总裁好手腕，不费吹灰之力。都饶我，唯有的努力付中流。随后带着我离开了会场。听到的瞬间，南宫燕的脸惨白如纸。自从那天从酒店回来之后，南宫燕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，没吃过一口饭，门窗关了3天，光线挤不进昏暗的室内，手机也被她关机，时间仿佛在她身上按下了暂停键。南宫燕坐着，垂着头，了无生气。柳云被保安拦在外面，对着她大喊：南宫燕，你知不知道他不吃药就会犯病？你关着他，这样是在把他往绝路上逼。抑郁症、精神病院，这些名词像无数根尖锐的刺在他的思绪里，肆无忌惮地翻搅成团，狠狠牵着神经。南宫度敲了敲门，最后推开一条缝，站在门口。燕儿，你好点了吗？为什么？南宫燕的声音嘶哑，胸口痛得撕心裂肺。南宫度沉默了片刻。对不起，我当时也没觉着需要查资料，是假的，对吗？爸，你跟我说他在国外换了好几个男友的时候，刘婉正在魔都的精神病院里关着。南宫度沉默，他知道不能全怪他爸，哪怕多问一下，也许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南宫晨已经没有精力去责怪谁了。柳云不顾保安的阻拦，强行冲进来，刺目的光线让南宫燕抬手挡了一下，挥手让保安出去。保安小心翼翼替他们关上了门，室内重归于昏暗。柳云就那么站着，冷冷地看着他说：南宫总裁，有些话现在可以说了吗？南宫燕坐在那儿，动也不动，就这么静静地听着。做了错事，总会遭到报应，或早或晚。去年姐姐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曾经问她这个世上最喜欢谁。她说，第一个是妈妈，第二个是舍我，第3个是南宫妍。南宫燕闭上了眼，只觉得这句话让她冷到了骨子里。那时候她才刚刚恢复正常，但每天还是需要吃一小片药才能抑制病情。
到了今年，为了给妈妈收拾遗物，我才带她回来。他总说当年分手分得太不体面了，这次想好好的跟你见一次，甚至远远看一眼他的大发明家就够了，因为他知道配不上你了。南宫雁，你知道比赛资格是怎么争取来的吗？南宫雁的手攥了起来，似乎猜到了一些致命的真相。其实当时已经内定了，是姐姐写了举报信，要求公正公开，你才有机会的。可是相应的，他得罪了很多人，以至于后来在他跑路之后，他和妈妈被很多人为难。那只无形的大手握在南宫雁脖子上，她疼得无法呼吸。他被人欺负，是因为这个吗？柳云继续说，当时你在外省参加比赛，1个星期不见人影，所以你应该不知道，这边翻天了，柳家倒了，我们爸爸跑了，一堆要债的添堵在家门口，要姐姐和妈妈的，妈妈被气得心梗去世了，留下姐姐人欺负之后，就犯了病。最严重的时候，眼睛都不敢离开他身上1秒。他那时候都被病痛折磨的没个人样。柳云死死盯着南宫雁。你出车祸的时候，姐姐哭着想要去陪你，而你那是怎么对她的？南宫雁面如死灰，心如刀割，哭着说：“为什么没告诉我？”柳云失声痛哭。他的连活着都是奢望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在乎的人不要被自己拖垮。他把你的学业看得比钱也都重要，那场比赛是你的未来，是他付出很大代价争取来的。他只是希望你好好的。南宫雁，他该死吗？他该死吗？这句话如一记重锤，狠狠打在南宫雁的心头，纠缠他，折磨他，看他笑话的是他，知道他有教养，拿合同来侮辱他的是他，该死的也是他。让刘婉燃起求生的希望，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办法。南宫雁突然不敢继续听了，柳云苦笑着说：“你的名字，他永远记得他的大发明家。”说完，柳云没有再理会他，走了。魔都的冬天没看见过雪，往年都是下冻雨，今年却破天荒下起了雪。大家都说今年是冷冬，地球的气候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了。快过年了，窗外一片冷清，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，呼出一层水雾。楼下有个人，他每天都站在那儿，不冷吗？妹妹端着一杯热牛奶路过，说道：“是吗？大概是不冷的。”他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就连江医生也是，以至于我每天都小心谨慎，生怕把他俩惹到了。妹妹一顿，发现自己似乎语气不好，放缓语气：“把牛奶喝了，晚会再吃药。厉医生说晚上要带你去堆雪人。”我又看了那个人一下，感觉很眼熟。妹妹立即给我拉上了窗帘：“别看了，眼睛会瞎的。”好。我听话的回到床上，抱起枕头玩游戏。外面传来妹妹和厉医生的说话声，他推门进来，我马上藏起手机，端直身体。我吃过药了。消毒水味顿时弥漫了室内。厉北寒的视线在我身上扫了一圈，最后定格在我的脸上。柳小姐，我不会因为你玩游戏骂人的。我脸色微微一红，把手机拿出来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玩游戏？我也玩这款，听音乐就知道了。”厉北寒洗了下手，他视线透过镜子看向我，略微带着笑意。穿衣服吧，说好要带你堆雪人的。他是医院骨科的，第一次见他好像是在春天，天气晴朗。我蹲下捡外面突然出现的毛线球，厉北寒路过，低头看着我，我累得气喘吁吁说：“谢谢，能帮我捡一下吗？”他看了眼我的牌子，说：“按照规定，你不能触碰任何有危险性的东西。”见我没说话，他又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翻花绳。厉北寒看了眼时间，蹲下身体说道：“那我陪你玩吧，一会儿把绳子带走。”他的午休时间很短，我安静的和他玩了一会儿。最后他要走的时候，我说：“谢谢。”后来又遇到多次，他很忙，都没搭理我。直到有一天又看到了他，他掏出花绳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最近太忙。”后来他经常跟我聊天，我的病不能说太多，不能向别人倾倒情绪垃圾。后来他来的比较频繁，有时候会很劳累，我试着说几个笑话讲给他听，每次厉北寒都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。他问：“刘婉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”希望全世界所有人都开心快乐，包括我自己。我飞快地穿上大衣，等厉北寒也穿好，他牵住我的手下了楼。这里每隔几步就有个门禁，只有他能带我出去。夜幕下，大雪纷飞，我的帽子很快沾满了雪。厉北寒递给我一把小铲子：“别太累了。”冷空气莫名让我心情变好，拎着铲子不停地蹦蹦跳跳。转身时，突然看见南宫雁就站在不远处，眼睛一片血丝，下巴上堆满胡茬，就这么看着我。南宫雁，我语气很轻，有些诧异。南宫雁嘴角蠕动：“柳婉，我错了。”现在我只是抱着雪铲，有些局促地低着头。没事。风雪依然在呼啸。南宫雁慢慢走近，蹲了下来，语气苦涩说道：“怎么会没事？柳婉，求你不要这样好吗？”我想了想，又说道：“祝我们新的一年
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一瞬间，南宫燕如坠冰窖，她眼泪哗哗的往下流，全身颤抖。别这么对我，求你了！我伸手擦掉她的眼泪，摸了摸她的脸，很凉，像当年一样，捧着她的脸，认真的说道：“我其实想选个体面的方式见你最后一面，结果搞得一团糟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”南宫燕急忙说道：“是我选择从你人生里离开，不怪你。”我说的很慢，也有些难受。生日宴会，我问过朋友，你不在我才去的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骗我，我只是想听一听你的消息，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南宫燕哭得口齿不清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故意。是这样。我笑了笑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刘婉，对不起，在你最难的时候，我没能陪着你。南宫燕捧着我的手，最终发现了我手腕上多次的疤痕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不想把你留下来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们一起过苦日子。到时候等到吵架的时候，算到底是谁欠了谁吗？我细心的替他摘下落在睫毛上的雪花，说道：“南宫燕，看到你事业成功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是说过要给你赚钱花的。”南宫燕拉住我的手：“没有你，我要钱干什么？”我摸了摸大衣，转了一圈。你看，我的大衣300多块钱呢，我的钱已经够花了。南宫燕的眼睛变得灰暗，颤抖地问：“回不去了，对吗？”你有你的人生，我也要走我自己的路。京都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南宫燕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抓住我的手，像当年一样，重新将它们捂热。录音的事，我很抱歉，是我诱导你说的。那天晚上，我没碰你。我眼眶发热。那就跟我道歉吧，说句对不起。他痛不欲生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着我，将我的脸刻进记忆里，做最后的告别。对不起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最终却是什么也没说。南宫燕，希望你能开心快乐。天上的雪越下越大了，我转身迈开步子，努力向前跑去，身子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，身后哭声夹杂着风声。厉北寒穿着白色大衣，双手搓着站在路灯下，依稀能看见他清俊的眉眼和专注的视线。我抬头，眼睛红红的。厉医生，谢谢你。几天后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南宫燕的身影，她瘦了很多。面对采访，她将自己做的一切全部告诉了媒体。各位，下面我来针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做一个解释，也对刘婉女士诚恳地说一声抱歉。随后，他拿出一张协议书，在镜头面前展示，并且我与苏小姐是协议关系，双方都知晓，签订的是2年的订婚期，到期和平分手。两人本也没打算结婚，原本也是在那天的发布会，大家宣布解除婚约的消息。各大记者一脸震惊，纷纷讨论。南宫燕双眼无神地走出了宴会厅。这件事无疑对南宫燕的公司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多年积攒的名声和地位一落千丈。后来的日子，南宫度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刘婉，我认错了人。苏若然动了思念，曝光了你的事情。现在南宫阿燕的身体状况很不好，你能不能回去？”没等他说完，我直接回复道：“抱歉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剩下的我无能为力了。”5个月后，我病情稳定，要出院了。熟悉的消毒水味又传来，我知道是厉北寒来了。有吃的吗？我忙了一天，赏我一口。他非常忙，最近总是在我这里觅食。我揭开铺盖，露出捂得热气腾腾的小笼包。厉北寒毫不客气地拿过去，撕开外包装，狼吞虎咽。我就这么看着他。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乐呵地说：“你非常好养活。”厉北寒吃完问道：“你想没想在这里定居？”我讶然。我也是这么问。是这样的，我有间公寓，正在出租。我思考了片刻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很缺钱啊？我现在没什么收入，租金支付不了啊。”很便宜。厉北寒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真的，没有邻居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看起来在忽悠我。出院那天，微风吹来，我心情极好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过马路的时候忘记看红绿灯，被厉北寒拽着后脖领，马上拖回去。他牵住我，没放手。哑然，追你。他声音很轻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像是说了句今天天气很好之类的话。砰砰，旁边打篮球的声音，砰砰，是我的心跳声。我一脸局促，却仍然勇敢地抬起头，看着厉北寒。我爱了一个人很多很多年，我知不知道？厉北寒捋了下头发，他眼神温柔地说：“刘小姐，我也爱了一个人很多很多年，给个机会。”我眼眶红了，我很不好，得过病，身体也不好。刘小姐，你曾经说过，你希望所有人都开心快乐。厉北寒眨眨眼，我希望
你愿望成真。我露出会心一笑。曾经我以为遥不可及的春天，不知何时已花开遍野。第3年的冬天，苏若然的公司宣布破产。当初那些欺负过刘婉的人也被南宫燕送进去了。历经几次危机，南宫燕的科技公司也稍见起色。这天，南宫燕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，窗外大雪飘扬，楼下的车灯连绵成片。这已经是她连续工作3个月后了。恍如隔世，她突然想起1年前的这一天也下了雪。刘婉出现在生日宴会上，看到她带着苏若然出现的那一刻，眼睛里充满慌乱。后来的她无数次梦里见到那个场景，也曾无数次在梦里做出改变。他提前解除了婚约，在经理给他灌酒时及时阻止，没有逼他喝酒，也没有对他说过重话。他就像刘婉想的那样，迎来一场体面的相遇。刘婉回来了，在深夜缩在他怀里，跟他诉说当年的苦难，委屈的直掉眼泪。南宫燕抱着他安抚，跟他求婚。后来他们组建了家庭，每次梦醒，他孤零零躺在床上，眼泪不停地流出，他才会意识到时间在向前走，刘婉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他永远不会回来了。魔都的那个雪夜，刘婉祝他余生平安快乐，眼神真诚又坦然。他说他不回来了，他为没有一次体面的相遇而感到难过。他说话时眼睛红红的，因为他伤害了他，所以他决定离开。没有责备的话语，恼恨的埋怨，那句余生平安快乐像一把温柔的刀，深深扎进他的心口，带来永远无法消磨的隐痛。由于长期不规律作息，他患上了胃病，发作起来疼得要命。这一晚，他再次从梦中醒来，躺在冰冷的床上，依稀记得刘婉陪他看月亮是上辈子的事了。他突然很想刘婉，第2天就订了去魔都的机票。2年了，再次踏足这个地方，依然是大雪，路上行人匆匆。南宫燕循着地址找到了一处小公寓，天黑了，2层的住户却没有亮起灯，南宫燕就站在一个角落里等。2个小时后，刘婉的声音传来，温柔又认真：“那家的烤鱼不好吃，下次买些草鱼，我给你做。小云也喜欢吃。”南宫燕下意识望过去，那道熟悉的身影蓦地撞进她的视线里。她戴着小白帽子，也许是小粉帽、小蓝帽，反正被大雪一盖，只剩下白色，身子丰满了一些，走在雪地里再也不会东倒西歪。旁边是一道高挑的身影，戴着眼镜，总是温柔地注视着她。她微微一抬眼，视线落在南宫燕身上，停住了脚步。2个男人对视一眼。喂，厉北寒，你没听见我的话吗？还是熟悉的语气，可确实不对他说了。厉北寒收回视线。听见了。你要做烤鱼，可是上次你把锅烤坏了，我还没有买锅呢。刘婉沮丧地低下了头。对不起。厉北寒拍拍他的肩膀说道：“你先回家吧，儿子需要喂，我去买锅。”刘婉瞪了他一眼。厉北寒摸了摸鼻子，草鱼一起买。馋了，今晚就要吃。刘婉一路小跑上了楼，厉北寒这才看过来。南宫燕不知道说什么，就先说了句：“恭喜你，喜得贵子。”厉北寒笑了笑，谢谢。其实他知道南宫燕误会了，儿子是他和刘婉养的大黄狗，但是现在他并不想解释。前年他把刘婉带下来堆雪人的时候，曾经给过他一次机会。不管怎么说，刘婉和他都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应该各自安好，不要打扰。他的病程怎么样了？非常稳定。厉北寒直接说道：“他性格很好，也不爱生气，经常为别人着想，是个很好的女孩。”南宫燕知道她过得很好，也遇到了好男人，因为她知道刘婉开心起来是什么样子。厉北寒视线透过眼镜片，带着锐利的审视目光说道：“南宫先生，你跟他认识多少年了？16年多。你比我了解他，他生日马上到了，我想送他喜欢的生日礼物，可以虑虑一下吗？零食多一点，鸡排、膨化食品最喜欢，不喜欢咸的。”厉北寒一脸了然地点点头。谢谢你。16年多了，你比我了解他。这些话是厉北寒对他的不同意见。如果了解，为什么会对刘婉恨之入骨？为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让他受到各种折磨？一道熟悉的声音穿透了风雪。南宫燕。南宫燕猛地侧头望过去，那张日思夜想的脸就这么猝不及防闯进视野里，就连笑起来的弧度都跟记忆里完全一样。刘婉撑着粉色的伞，怀里还抱着一把黑色的，诧异的瞪大了眼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南宫燕胸口一阵疼痛，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坦荡和清澈，他已经彻底放下了。他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有个客户在这里，刚好路过，遇见厉先生，就聊了几句。”刚好路过这个小区吗？刘婉有些疑惑。你怎么又下来了？刘婉拍了下脑袋，匆匆把黑伞递过去，说道：“我看雪下太大，怕你冻到，下来送伞。”他跟厉北寒说话时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里全是温柔。这一幕刺痛了南宫燕的眼。要不要来家里坐坐？南宫燕笑笑：“不了，订了晚上的机票，赶时间。”刘婉使劲裹了下大衣，突然想起什么：“你稍等我。”说完转身跑进了楼房里。厉北寒眉毛一挑，也跟着上去了。南宫燕在楼下等了一小会儿，看了眼大雪，天灰蒙蒙的，压得人心头发闷，胃疼得厉害。医院打来电话：“南宫总裁，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胃癌晚期。”南宫燕纹丝不动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仰头看向了大雪，嗯了声。知道了。然后挂掉了电话。他像个没事人一样，
继续等着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楼道门口。一束温暖的灯光从里面照出来，落在雪地上，如同一束花朵。不一会儿，刘婉气喘吁吁地跑下来，厉北寒把她裹得像是个笨重的木乃伊。她揣着一个粉色的小盒子，吃力地跑过来，递给南宫燕：“我自己制作的蛋糕，你拿着路上吃吧。”南宫燕接过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刘婉就喜欢烤东西，那时候特别很难吃，腥味特别重，可是她不嫌弃，失败品全进了她的肚子。她在厨艺上实在是天分一般。南宫燕还说，以后家里的厨房，刘婉禁止踏入。一眨眼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。谢谢你，给我们家的捐款。南宫燕知道他说的什么，他经常组织帮助一些有心理疾病、生活困难的人群，所以每个月都会捐，自己则留很少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。南宫燕说了句不客气，然后盯着他看了几眼，说道：“天很冷，你早点回去吧，我以后来不了这里了。”刘婉笑了笑，怎么会呢？以后颁奖还是得你出面。南宫燕一阵酸涩，没说话。她转身，脚踩在雪地上，发出咯吱咯吱声响。即将进门的前一刻，她突然回头喊了他一声：“南宫燕！”南宫燕立刻抬头看去，一颗心突然活了。她等着他说点他希望听到的。只见刘婉对着他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新年快乐！”一句很平常的新年祝福，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南宫燕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她站在冰冷的风雪里，声音嘶哑：“新年快乐。”南宫燕到达机场，望着雪白的大地，轻声呢喃：“再见。”